只想说用这个方法好，用这个方法妙，用这个方法呱呱叫，但实际上并没有实际的去悟透，为何是刚好三全其美这个案子。好，今天收到的讯息是2024年的灾难预言，那不是跟各位网红一样要预言灾难，而是收到了这个讯息，跟我们之前的功法其实都差不多。老大一直教育千万别恐吓，因为恐吓会造成人心惶惶。所以呢，最近呢看了很多的网红啊，或者命理专家啊，都一直在预言2024年有什么样的大灾难，然后又加上花莲的大地震啊，我觉得就会造成很多的人心惶惶的问题出来哈。那各位最近呢有感觉到被震撼到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好吗？现在又在震了哈，尤其是今天又震了哈，所以会造成人心惶惶哈。所以通常被这么一震，然后又加上这些预言哈，就会自己就会先开始害怕哈，到底是不是世界末日要来临了哈？所以今天收到的这个讯息呢，是老大要我稍微讲一下，怎么样用我们的心法来破解2024年的灾难预言哈。那接下来我就开始进入主题哈。好，灾难预言呢，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当然好处啦哈，唯一的一个好处大概就是可以提早知道预警的方法。但是呢，我们有看到很多人都会讲有什么有地震、有火灾、有战乱、有什么，但是预防的方法呢，通常没有讲出来，也不会讲，也不知道怎么讲，对吧？所以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没有吓死自己，对，就是吓死人而已。那坏处呢？当然就是制造恐慌，让我们人心惶惶。重点来了，我们都知道磁场，我们研究的就是磁场。当人心浮动，人数一众多，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大气、整个磁场？那所有的磁场一被影响到之后呢，共业其实会提早到来的，所以反而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各位认同吗？这个才是重点哈。我们在修，尤其是我们已经修的人哈，我们已经在修的人呢，要有这样的智慧。当我们知道有问题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心慌，心千万不要慌。重点是后面哈，怎么样用老大的心法来面对？当然，我们平常就已经在静心，保持平静。重点是要微笑面对，反正它都会发生，你担心有个屁用呢？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还是维持平常的静心，保持平静，这个才是重点。然后呢，第二点，希望赶快悟透哈，起码悟透了，你智慧提升，起码你会知道怎么样去做解厄。第三点是，当遇到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危言耸听，要传递正面的讯息，引导修行。那这个是3个大方向，那我们今天就朝这3个大方向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那既然都会发生，那我们如何让自己不要担心呢？平常我们都在静心，那我们平常在静心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记得以前我们所讲的课程当中常常都有提到，我们还要反观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到临终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还担心什么？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如果在平常的静心过程当中有去想这些事情，通常到最后都会只剩下平静。如果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担心了，我们到最后只会剩下平静，也不担心孤单，也不担心什么后事没人办，也不担心我这么多钱都没有留给小孩。这些事情其实都带不走，都不用担心了。所以我们的心如果平静了，它发生什么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反而会升起慈悲心，会想一件事情是，灾难发生的时候，我怎么去救人？在有形的方向，如果我们的职业跟这些救难的是不相关，那当然没办法。
但是在无形的部分，不要忘记，这才是我们最大优点的地方。我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无形，我们可以从无形的方向去渡人。我们先走嘛，然后这些死的我们就从无形去救他嘛，那不是更好？如果你转换这个心态，你根本不会去害怕这些灾难的发生。第二个，如果你悟透了，我想很多师兄姐的小我已经都会做通知，对不对？尤其是像那个达辉师兄等一下我可以请他发言一下。前一阵子他一直在做 test， 应该是1-2年前了。地震要发生前就已经知道了，甚至不用中央气象局去做这个什么提前预警，几天前就大概知道了。那你知道，你就大概知道怎么样去预防包括所有的危难的东西。如果我们平常有在保持静心，悟透了之后，跟我们的小我很契合，你真的会知道怎么样去解厄那再不然呢？在我们透过第一点来静心保持平静之后呢，不管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逃得过，这个就看我们的功果咯。我们如果平常有在做功德，或者说我们做的善事做很多，这个我们可以，其实我有在验证，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在验证用这一次疫情来讲，用疫情来讲各位不晓得有没有验证，有在修跟没在修，在染疫的状况跟不是会不会染疫，而是染疫之后你的症状。那你如果反观没有修之前，你如果染疫了会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验证，等一下各位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发表用疫情来反推你就知道了，你就会知道有不一样反观你周遭的人跟你自己，你就会发现有所不一样，有修跟没修真的就差很多那基于传递正能量这个部分呢，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不管别人怎么传，说什么地震啊，什么那个别人在危言耸听，在讲预言，什么2024什么灾难什么的，千万不要跟着讲，我们不要去危言耸听，我们传递正面的讯息。尤其是我们常常在做疗愈地球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做了，也不要随便跟外面讲我们有做疗愈地球这个也不要去讲。就算你疗愈地球功德，你讲了它就不见了，所以做完也不要讲只要传递正面的讯息就好，不要去危言耸听顺便查一件事情，大家有在发起什么疗愈地球疗愈地球妈妈，请问这样有没有功效？觉得有的请举手几乎都有几乎都有举手。好，手放下来请问功效在哪里？愿意发表的，没有对错愿意发表的请举手。来，义珍师姐请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天大地震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婷珍师姐有发起要疗愈地球，可是事实上在我跟大家说，就是说在参与这个疗愈之前其实我的内心里头是还蛮惊恐的，先收拾着家里的残局然后其实内心是惊恐的。那我先说我自己的部分，就是跟着疗愈地球之后，我说第一个功效是自己的部分就是受到害怕的那个心自己是收起来的，然后也和解掉了。然后再来第二个的部分，就是我感觉到说我的环境里头跟周遭就是变得明亮，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感觉的问题啦然后变得明亮。然后再来第三个的部分，就是那接下来的那几天，我的生活圈的周遭工作的一个周遭这个部分就开始慢慢的好起来。然后大家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彼此工作或者是家人之间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大家是用相对比较正面的一个方向来看待这件事情。好，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这样子。好，谢谢。这个就是标准答案不管我们的光有没有送给地球，起码安定了人心。当部分人心被安定之后，磁场就会缓下来。
所以啊，如果说世上的人大家都浑浑噩噩，或者大家都人心惶惶，这个磁场的影响非常的大，也会影响到整个地球的能量哈。所以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想，我们心自己先安下来，影响到周遭，一个人影响10个，10个就会影响100个，100个会影响10000个，所以这个是正向的能量。我们可以多多发起这样的观想来疗愈地球。其实重点还是疗愈我们自己还有没有人要发表的？所以安定人心真的比较重要来 Kenny 师兄请说。刚刚那个师姐已经讲了安定，师姐跟班长也讲了安定人心嘛那我们讲个有形有相的。那在地震的同时啊，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增援中心的中心办几个办公室啊，无论是在什么区域，应该在中心区域上受损还有一些那种被破坏的这种能量上，应该是很少很少吧。那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们平常是在修持的时候，那你的心其实是够定的。在地震的一个当下的同时，我也觉得说，在增援能量的磁场、小我的功能上，它有发挥到这种很硬的、坚硬的这种不动的这种毅力。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这是我的一个分享，谢谢。好，谢谢崔师兄来，超哥请说。刚刚崔师兄提到这一点我要呼应一下，当天的时候，地震发生后，办公室连一点东西都没有，东西都没有，连瓶子，我隔壁的那个邻居那个听到声音是他的整个厨房里面的那个瓶瓶罐罐整个倒下来。办公室呼应崔师兄讲的话，是连一个瓶子都没有掉下来。我真的很感恩这样的一个修行，让我有这样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在6点多的时候，在静坐的时候，我每天一定固定是5点半开始，会到6点半的时候会静心清理。在6点的时候，其实好像有内心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就是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也说不出那是什么事情会发生。总有一点点好像是不安的感觉的出现，那我就开始会一一的发觉，究竟是我的行住坐卧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是我自己本身的在情绪上是没有控管的好吗？等等，我发觉我好像都有按照我们真言的功法这样持续的做，好像我没有心里没有不安或是其他的事情。但是就紧接着在8点多都发生，在快八点多发生地震真的，我觉得真的很感谢能有这样机缘加入真源，才让我真的这一次的地震也是刚好是班长利用这样的一个机缘让我提醒我，哇，真的很不可思议，有如此的一个那么大一个能量，能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地震的时候不慌不乱。谢谢。好，谢谢庆超师兄那其实那个姐夫好像，姐夫你是分享在盛世群还是分享在圆山群？那个当天你拍照的圆山你分享在圆山群是吗？好像盛世也有吧？盛世也有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到姐夫当天有拍照，就是连那个随便摆的杯子也都没有掉下来。那没有去过圆山的，应该不知道圆山在几楼？圆山在4楼。而且他那个房子也是老旧的房子，那整栋楼是老楼啦，不是新大楼，所以如果这样子还不能够取信于人，那我就真的没办法了那本部当天当然本部在高雄啦虽然震也很大，但真的也没什么问题，完全没有看到东西有晃过的感觉那还有人要分享吗？来，家珍请说。地震的当下，我们家其实没什么东西移动连我那盆栽小小的盆栽很轻易会掉下来的盆栽放在外阳台才没有几公分，可是也没掉下去，好神奇那你开始相信老大的力量了我们家其实晃动的真的很夸张可是没什么没灾情根本没什么东西要整理的，完全没有很好，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有在修行真的不一样来，玉芬师姐请说。
我要分享我们去新竹帮人家安那个小老虎2只，然后地震当天他说他们家晃得很大，可是那个灯从他们家的灯掉下来，可是其他的都完全都没有动，然后小老虎是放在那个上面的柜台的上面，就是之前有拍照嘛，他说很稳，完全没有动，所以真的是老大的能量是很强的。以上玉芬分享的是那个啦，我的前同事啦哈，他很喜欢老虎，所以我麻烦我们去帮他安了2只小老虎，那2只当然也是虎爷生的，那他就马上地震完，马上就拍照给我，然后就说好神奇哦，家里的东西掉得乱七八糟，就2只没动，那2只老虎的周围的东西连动都没动，马上觉得很神奇，马上拍照给我哈。这刚好就是一个小插曲了哈。那各位分享的是地震哈，该在各中心其实都没什么问题哈。好，那接下来顺便透过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个观念哈。这个观念在之前有宣导过，但没有讲的这么明确哈。我们都一直讲我们是东西合并，老大的法是东西合璧法。那为什么？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用东西的合并方法来修炼，然后来帮人家？各位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吗？只想说用这个方法好，用这个方法妙，用这个方法呱呱叫，但实际上并没有实际的去悟透，为何我们会用道，会用佛，会用西方大爱的这些方法来修行，来帮助人家，而进而产生有很多的那个仪式或者是方法，你会觉得你不喜欢，所以你就不想去学，甚至不想去参与。这个各位可以仔细的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哈。待会我们请崔师兄发言完，我再继续讲。来，崔师兄请说。我觉得吧，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修行团体啊。这个修能量跟修磁场，大概已经是中刮了所有修行者，这种很高深的一些语言文字去所做的一些没有办法去理解的部分。那我觉得班长透过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能量跟磁场中归下来了。然而我会觉得在西方的部分，这个是也一样啦，西方东方佛法这个都是顺应着身心灵。在西方来讲的话，是讲究疗愈。其实我们累世的内在小孩真的是很厉害的，他卡着我们。那以前的在佛法来讲，就是以前的因果业力，这全部都要和解掉，必须要用你的积功累德、福德福气福德报，你遇到了以后，你要赶快的去觉察出来。那有欠的赶快要先还。这个我觉得是在西方疗心的部分。那如果是在东方来讲的话，那是以道法来说，会有很多的仪轨，没有安住所谓的仪轨或者是佛法的这种法，它都是一种仪轨性。我们的心你根本是抓不住、摸不着，遍满虚空，你没有一个规则行为可依。那我觉得这个会是个东方。那当然是佛法来讲的话，那都是高我，讲究的都是所谓的能量。那我会觉得说，在慈悲喜舍心之下，综合着西方、东方跟整个佛法我们修行的一个道理。其实在你融会贯通之后，那也是班长所说的小我契合，这个其实都在很深的一个意义上面来讲的话，这个已经就是非常非常的过去、现在、未来，你就是已经差不多是三体一位了。这个大概是基督教也要去追寻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方式了吧？这是我个人的浅见，谢谢。好，那我要提醒各位各位，我们真元除了名字叫真元宫以外，我们叫做什么？真元真心灵成长中心。我们就身、就心、就灵3方面去引导大家修行那所以各位去想想看，各个宗教都有各个宗教的优点跟比较没有办法全面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会采东方西方，其实就是要吸取各个宗教的优点，
优势来度人。举个例子我们说好，我们用佛教的方法知道一个人在修行问题是知道他有阴灵。好，那请问用佛教的方式怎么样去度阴灵？你有没有办法自己念地藏经，每天念个100-200部，然后用什么方法确认你的阴灵度掉了？你也如果用纯佛教的方式，你没有办法拔杯不准拔杯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用道的方法，用佛的方法去和解我们现在称为和解，那个叫超度，用佛的方法叫超度，那用道的方法来做杯，做仪式来做确认，这个刚好弥补了两边的不足。那当然如果这个时候呢再搭配西方的基督教的和解的方式，重新去抚平你的伤痕，那是不是刚好三全其美？以这个案子当例子，各位能不能理解为什么老大要用这些方法来度人，来修持了吗？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看不起任何的宗教仪式，任何的方法，任何的方式，只要真源有在办的正事，请你一定要参与。难保你哪一天不会去成立一个中心当中心长。如果当你成为中心长的时候，你这些仪式，这些仪轨里面有你不喜欢的，然后你里面你的中心成员开始成长了，他们开始要执事了，你不喜欢的这个仪轨你不会，那请问你怎么指导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来的，请大家去正面思考这件事情所有的用得到的，请你多多的参与，多多的学习，对自己只有加分，绝对不会有扣分非常感谢您的观赏，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开启好运4重奏，点赞、分享、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感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